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林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忠伟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伊朗被打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哈。那么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呢，在2月28号这一天联手攻击伊朗，发动这场军事行动，那么超过1周了。现在看到川普有一个最新的发文，他呼吁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就是伊朗国防军呢，还有警察都放下武器，接受豁免，否则呢就必死无疑。也强调，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外界也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或是美国会不会对于伊朗的战事太过于乐观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在中央司令部。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总部啊，以因应未来至少在100天以内支援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时间也可能会持续到9月为止。而伊朗外长阿拉奇呢，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他的了解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正在政治与其他方面支持德黑兰，但是阿拉奇拒绝透露这当中就是这个支持啊，是不是有涉及到军事合作？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仗到底会打多久啊？因为拖越久，其实对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呢，或甚至是全球都不利啊。但是打多久，委员觉得会取决于哪些这个变数跟关键因素？那最主要就是说，你伊朗还有多少的飞弹，还有多少的无人机可以打？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打掉了600枚的弹道飞弹，好，这还要加上这个以色列所强调了，在美伊的一开始的轰炸已经摧毁了他1半的弹道飞弹。如果是这样2000枚，如果1半的话，就剩下1000枚，1000枚再减600，就剩下400枚。那再跟你讲多一点好了，就可能到达800枚。可是真正的高潮，我认为是过去了。这个战争大概就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大概是重要的那个想打的战争的这些资源，大家都消耗了。我说对伊朗来讲，因为你伊朗没有制空权，整个的你的空中是被人家看光光了，从上面看下来，人造卫星。然后这个高空侦察机，还有在低空的这个无人机这样的侦察，所以你有什么而且最主要是情报。你想想看，他们的人在聚会，为什么一口气把49人全部杀掉？这是情报。情报有的是因为你内部有布置内奸啊。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监听，以色列跟美国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你整个动向被人家掌握，我就看到最近有个动态，就是它很多的无人机跟飞弹是放在地下碉堡里面。美国跟以色列就攻击碉堡的口，所以你等于你的出不来，弹道飞弹根本出不来，你有无人机也出不来。他有时候用那种重磅的那个炸弹，钻地的那个炸弹，就从上面往下丢，你的飞机、你的飞弹在里面本身就被摧毁哦。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啊，战争是数尸体。讲很难听的话，你伊朗今天对美国，你杀死美军多少人？6个人，6个人，你打了1个礼拜，发射了600枚的飞弹，1500架的无人机，你杀死美军是6枚。虽然你有摧毁了一些很重要的设施，譬如说阿联跟约旦的这个所谓的THAAD， 就是那个萨德飞弹的这个雷达，你也摧毁了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像我们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这都很重要的设备。可是最重要，你没有杀到人。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死亡10个人，大概全部都是平民。所以也就是说，你捕捉不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队的主力，你捕捉不到。对美国来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样，美国就打不下去。就是你很短的时间让美军死亡，一天几十个人。
1个礼拜下来几百个美军死亡。我跟你讲，这个战争很快就打不下去。不，那委员，那你怎么看？因为最近这2天不是也有在讨论说，伊朗他们现在推出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指挥体系，就是各自为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们的外长讲得很好，他用一个字叫 decentralized、mosaic， 这个 defense 马赛克式。他像马赛克要把它整个分布在外面去。问题就是我刚刚讲了，美国跟以色列要打你以前也准备了很久，他也把你看得光光了。你是有台湾的45倍这么大，伊朗，可是你的东西放在哪里？基本上美国是有掌握，以色列是有掌握。这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拦截的飞弹能力真的是很强。以色列大概到达拦截率大概90%，其他的海湾的其他国家的拦截率大概有差不多85%左右。所以你这样的拦截的能力你即使还有飞弹，你即使还有无人机出来，可是真正你能够造成的破坏是少的。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成果，譬如美军被你杀死6个人，然后你炸掉他们的什么萨达这个 THAAD 这个雷达然后把它长子一级雷达破坏，那是前面2、3天的事情2、3天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朗并没有造成美国或以色列重大的军事或是经济的伤害，并没有。你打掉一栋楼，你打掉一些住宅区，其实那个东西不会影响战争的结果的。现在大家都在看是说这个战事会大概拖多久哈？当然现在从4天到川普讲说大概4周。那刚刚也提到说，美国这边国防部相关的军事情报呢也会做好准备，说至少起码3个月哈。但现在当然这个说法不一。不过这次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联手这个发动了攻击呢，也引发石油危机啊。现在除了影响到全球股市，当然也对能源的关切提高。可是川普本人不担心他在接受路透社的独家访问的时候，他说一切结束的时候，油价会迅速下跌，如果要涨，那现在就让他们涨吧，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但市场呢不这么乐观因为高盛就直言，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就是运输受到阻碍的话，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可能会突破每桶$100的价位。那如果冲突扩大到中东的产油国这个原油价格更可能会超过每桶$120以上所以骆总，您觉得因为现在看到油价的上涨，那接下来就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通膨这部分的连带怎么观察？的确，现在大家是很担心这种能源短期的通膨，加上经济的低成长，因为经济低成长也受到关税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伊朗跟美国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延续？它的对经济上影响呢，完全取之于这个荷姆兹海峡。就这场战争能不能继续消耗下去，能不能打下去，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第二个观察点，荷姆兹海峡到底会不会解放？因为它现在是被实质封锁。虽然刚刚委员有讲到说，伊朗没有制空权了，但是它海军呢也被美国打挂了11艘的这个船舰以上了。那因为现在有人说20艘，有人说11艘，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它的海军想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是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它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去破坏那些油轮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很多油轮是不敢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它变成实质封锁，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派一条小船去把一个油轮去油轮旁边去把它炸了一个小洞，那个油轮就不能行动，那这也是妨碍这个油轮不能经过。所以现在大家油轮都改走非洲的好望角，或者呢这个用空运的方式，但这样成本就会增加。所以大家认为说，如果荷姆兹海峡长期被封锁的话，那当然油价就会上涨，这是不变的。那川普这么有把握的原因，他可能认为，因为第一，我地面部队还没有进入；第二，我如果能掌握到荷姆兹海峡的话，我就可以没有这个油价上涨的问题。第三，美国还有其他的法宝，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有释出它的战略原油，也可以协调 OPEC 的国家产油国家增产，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采行。所以陆老师觉得短期的通膨疑虑在所难免。短期的通膨疑虑的确是有这个。OK。对，因为你只要荷姆兹海峡被收，像这个礼拜我们的油价就国际原油上涨了将近这个25%，到35%，西德州原油上涨的更多，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8%，所以都上涨的蛮多，那势必就引发下一波的这个通膨的这个疑虑，但这是短期的，长期的就完全取之于
荷尔姆兹海峡有没有被实质封锁。对，周末我看到新闻吓一跳哈，就是开车的朋友、骑车的朋友哈，就是说油价可能每公升要上涨3块钱哈。当然这个都希望这个只是短期的波动好，因为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呢，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很明显收尾的状态哈。星岛日报也报道说，中国大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崔守军。他认为呢，中国大陆呢每天有超过500万桶的原油必须要经由荷尔姆兹海峡输入，占中国大陆每天原油进口总量的大约1/3。如果这个能源咽喉要道一旦断航的话，这个保险战争险的保费还会暴涨。还有呢，就是刚才陆老师有提到的绕行好望角增加的物流成本会推升全球的油价跟物价，恐怕也会冲击到中方的能源供给安全。所以他认为呢，油价的暴涨还可能会让中国大陆呢带来这个通膨，输入性的通膨，进而冲击到中国大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毛利率所以这次在发生了伊朗这个战事之后，大家在讨论那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其中被讨论到的，其中呢说中国大陆的损失可能也非常的惨重，但不只是中国大陆包括东亚的，现在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在内都无一幸免因为台湾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仰赖中东所产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比例超过了60%但是替代解方无解嘛。我想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战争没有赢家啦，和平没有输家。那在战争的情况底下，我相信不会是单一国家受到伤害所以我相信就是除了中国大陆来讲，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受到这一波的这个石油波动受到影响。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期间算是受石油影响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给控制住，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伊朗这个战事，那伊朗有90%的石油是输给中国大陆，那这2个国家加起来占这个中国大陆输入的石油大概12%所以换句话说，在这2场这个冲突之中，其实中国大陆的确是在石油供应上面受到比较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也不会就有火车要撞过来，它也不会傻站在那边被撞嘛。那我认为它有很大一张牌是来自于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个欧洲的制裁、西方制裁之后，它石油根本卖不出去。但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有油管的。那我认为，就是对中国短期来讲，因应的替代方案会是从俄罗斯输入更多的石油。那我认为它是有因应方案的那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亚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个石油的进口大概都经过这个北阿拉伯海，然后往东亚走，所以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荷尔姆兹海峡。那我觉得这几个国家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日本虽然有90%的石油来自于这个区域，要通过荷尔姆兹海峡，但是日本的整个能源的供应上面有30%到35%它是干净能源，也就是说它对石油的依赖没有其他国家这么高。韩国有30%来自于核能，那它也不来自于石油，虽然它也是有90%从这边进口。那我们的状况比较特别，我们大部分石油其实超过50%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们的天然气超过40%来自于澳洲，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敏感度相对低，但是我们在这个能源占比上面的这个干净能源只占12%到15%所以这3个国家相比之下，其实各有优劣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干净能源现在也到25%，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受影响，但是大家也都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结构上的不同。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如果这场战争可以在短期之内受到控制的话，也许它在长期的通货膨胀或长期的石油的价格上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OK， 简单的问题请老师简答就好了。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因为川普最近不是讲说4周他们预估因为大家想说这个时间点蛮接近这个3月底，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行程你觉得会有改变吗？对我现在看起来不太会有因为最近中国两会的这个人大就是人民大会的发言人已经说，就是希望这个美中元首可以见。那美国方面，白宫的官员也透露出，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会稍微暂缓。那我觉得双方都在释出善意，看起来没有要变的意思。好，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在下一节呢继续讨论，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
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